1963年，美国人花了1700万美金建了一座北京城，目的就是为了拍一部中国历史片。现在你所看到的城门、天坛、大殿，都是当时美国人在西班牙建立的。之所以没有选景在我们自己的故宫，是因为当时是1963年，中美还没有建立外交，所以你想来故宫拍电影，不好意思，你不好使。电影的历史背景是清朝末年，慈禧执政期间。主要线索是关于八国联军侵华，里面众多主角，比如说慈禧、荣禄、端亲王，以及一切主角都是由美国人饰演的。挺好奇吧？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段勿忘的历史，在美国人的视角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1906年的紫禁城，由于清朝腐败无能，慈禧和西方列强签下了很多不平等条约，他们可以大摇大摆地游荡在北京城内，甚至还可以明目张胆地升起自己国家的国旗。两个路人在谈话期间就拉开了整个故事的序幕。Different nations saying the same thing at the same time. We want China. 一个美国军官，也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角，带领着部下刚刚来到北京城，就看到了义和团的人在对一个外国传教士用刑。美国军官受不了了，上前阻止，想用20美金买下传教士的命。可是传教士早已经死了。美国军官刚要走，义和团的人却不愿意了，双方起了冲突。美国大兵眼疾手快，一枪就击毙了一个团民。给大家弥补下历史，义和团虽然是立竿起义，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打压外国侵略的作用，所以慈禧一直在是否打压义和团之间摇摆不定。镜头一转，在北京驻守的英国女王过生日，办了一场生日宴，所有的西方列强都到了，清政府也派来了端亲王。端亲王巧妙的也带来了义和团的人，让义和团给大家表演功夫。可知道西方列强可对义和团恨之入骨。表演完毕后，一位义和团的人让美国军官拿起刀砍向自己，向众人展示气功，可是打脸了。美国军官回到住所，又看到端亲王带领义和团正在殴打一位传教士，所以这位军官找来了英国公爵，一同进入紫禁城大殿，找到慈禧，想讨个公道。这位由美国老太婆扮演的慈禧太后是不是有点太违和了？面对英国公爵，慈禧的态度非常强硬，一口咬定义和团打你们外国人是合情合理的。因为此时的中国，德国占领了胶州湾，俄国占领了旅顺港，法国人在云南、广东、广西还获得了特权。18个省份，你们西方人控制了13个，并且银行、港口都是你们的，所以我们义和团打你，你忍着。紧接着，慈禧又下令让西方列强立刻撤离北京城。这场谈判谈崩了，西方列强怎么可能撤离？一场义和团与西方列强的大战在北京城内即将开始。英国公爵和美国军官回到住所，召集了其他国家的公使，他们决定坚持抵抗，一直抵抗到他们的大部队进城。义和团首次发起攻击，但是由于武器是刀和拳头，人家西方列强的武器是枪和炮，战斗刚打响，义和团的人就落荒而逃。不过也有个好处，虽然死伤多人，西方人的弹药也用了一半。到了晚上，义和团发起第2次进攻，他们偷偷爬上城墙，但是不知道为啥都爬上城墙了，却不偷袭。等到了天亮，却把北京和京都的旗子高高挂起，再开始进攻。但是西方列强早已准备好了大炮。这件事可惊动了慈禧，慈禧派出了军队协助义和团炸掉了所有的公使馆，随后在当天又办了一个庆祝仪式。但是西方列强能闲着吗？你白天炸我公使馆，我晚上就炸你弹药库。慈禧怂了，他让荣禄去找西方列强求和，这一求和可彻底丧失了清朝军队的斗志，但是义和团的人却依旧毫不畏惧。这部电影虽然慈禧和大臣都是美国人出演，但是义和团的人几乎都是中国人饰演的。当时西班牙把全国能找到的中国人都拉来拍戏了，还雇佣了餐馆员工，所以电影在拍摄期间，西班牙全国的中国餐馆几乎都关闭，这才有了这么多的中国群演。义和团又一次向西方列强发起了攻击，还搬出了自己研制的炮车，可终究抵不过西方列强的真家伙。双方就这样一攻一守，足足打了55天。八国的援军终于来了，义和团也散了。慈禧在自己的大殿中打扮成百姓，准备逃跑。就在八国联军真正进入紫禁城的时候，电影却结束了。
美国人向世人隐瞒了接下来他们做的最残酷的事情，甚至到现在八国的教科书里也没有承认过他们曾经冲入紫禁城，烧杀抢掠，破坏文物，抢走瑰宝，烧毁圆明园。这是美国导演的狡猾，也是西方人的狡猾。这部电影完完全全的在宣扬美国的英雄主义，美国军官想救盟友，以及战争打响后对盟国的鼓励，还有最后收养了一位中国弃婴，这又一次宣扬了美国人自己的善良。这部电影1963年上映，当年投资了1700万，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巨资。不过在上映后，中国一直禁播，一直到了80年代才解封。我猜想解封的原因是我们大概有了学识，也有了对历史的了解，想让我们国人见识见识这部电影的可笑，国外导演的狡猾，利用电影的手法来扭曲事实。